你见过忘恩负义的，但是你见过这么明目张胆用法律兜底的忘恩负义吗？最近英国强制国有化英国钢铁公司这件事，彻底刷新了小编对西方所谓契约精神的所有认知。看完全程，小编只想问一句：这年头怎么是个国家都想学印度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很多人第一眼看到新闻，估计都被名字误导了。英国钢铁公司听着妥妥的英国本土老牌企业，对吧？但大家根本想不到，这家百年钢厂早就不归英国了，整整5年多时间，它的救命恩人、实际掌控者是咱们中国河北的敬业集团。时间回到2020年，当时的英国钢铁公司已彻底走到鬼门关门口了。作为英国第2大钢铁企业，拥有100多年历史，设备老旧，订单崩盘，连年巨亏，多次濒临彻底倒闭。最尴尬的是什么？放眼整个欧美资本圈，没人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，所有人都看得明白，这就是个只会亏钱不会赚钱的无底洞，谁接谁倒霉。就在英国束手无策，4000多名员工即将集体失业，英国本土钢铁产业濒临断代的关键时刻，咱们中国敬业集团站出来兜底了。当时敬业集团直接拿出5300万英镑完成收购，本以为是一场跨国帮扶、互利共赢的合作，没想到只是开启了长达5年的无偿输血之路。接手之后，大家知道敬业有多拼吗？5年时间累计砸进去12亿英镑，真金白银用来升级老旧设备、迭代生产工艺、补发员工薪资、缴纳当地税费，硬生生把这家快要彻底倒闭的百年烂厂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。在敬业集团的精细化运营之下，奇迹真的发生了。原本年年巨亏的英钢产量直接暴涨36%，生产成本大幅摊薄，产品直接接入敬业的全球销售网络，出口量一路飙升，不仅稳稳保住了4700名英国本地员工的饭碗，甚至慢慢实现了扭亏为盈。那时候英国媒体可会夸人了，一口一个白衣骑士，疯狂夸赞中国企业负责任有担当。英国政府也公开表态，热烈欢迎中资入驻投资。结果谁能想到，面具戴了5年，说撕就撕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很多网友肯定疑惑，既然敬业把钢厂盘活赚钱了，英国眼红抢回去还能理解，可为什么明明后期又亏钱了，英国还要死抢不放？这里还有一段故事。后期亏损其实根本不是敬业经营不力，完全是英国自己挖坑自己埋。俄乌冲突之后，整个欧洲能源价格疯涨，英国电价更是离谱，比法国贵25%，比德国贵14%。单单电价这一项，每年就让钢厂多支出2600万英镑，换谁经营都扛不住。为了止损求生，敬业集团想出了唯一的破局方案，淘汰老旧高耗能的传统高炉，全面转型电弧炉炼钢。传统高炉靠焦煤炼铁矿石，能耗高、污染大、成本居高不下，早就跟不上时代了。而电弧炉直接回收废钢重炼，流程短，能耗低，污染小，成本极低，是全球钢铁行业的主流升级方向。这本是完全市场化、合规合理的自救操作，结果直接被英国政府一票否决。一边不许关高炉，一边又不肯出钱补贴兜底，敬业集团彻底被架在火上烤。当时钢厂每天亏损70万英镑，根本扛不住。敬业也给出了折中方案，高炉可以暂时不关，但持续亏损的窟窿不能让中资独自承担。英国政府至少需要补贴10亿英镑才能维持运转，可英国政府财政紧张，只愿意出5亿，双方谈判彻底谈崩。小编想说一句公道话，敬业的操作完全没毛病，做生意不是做慈善，12亿英镑已经亏出去了，不可能无休止当冤种，替英国的产业短板和政策失误持续买单。既然谈不拢，那止损离场就是最正常的商业选择。可英国一看敬业要撤，要关高炉，彻底慌了，市场化谈不拢，那就直接不讲市场了。2025年4月，英国紧急立法，1天之内通过特别法案，强行接管钢铁经营权。2026年7月，再次出台国有化法案，直接把中资控股的企业强行收归国有，说白了就是赤裸裸的明抢。面对英国这套霸道操作，敬业集团的回应特别硬气。你要国有化可以，我们尊重你的属地规则，但绝对不接受贱卖，不接受背锅。我们真金白银投了12亿英镑救场，凭什么被你一纸法案低价收割，扫地出门？
所以敬业集团直接官宣将会悉数追偿，分毫不让，所有损失必须依法追回，绝不默默吃这个哑巴亏。反观英国，看似抢回了产业控制权，实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接手之后根本无力经营，原本敬业能控制的日均70万亏损，直接暴涨到130万英镑，短短1年，财政补贴砸进去数亿，纯属打肿脸充胖子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看到这，很多朋友肯定想问，英国明明知道接手就是巨亏的烂摊子，为啥非要冒着毁口碑、毁信誉的风险硬抢这家钢厂？真的只是单纯眼红小气吗？首先，我们要明白，英国抢的根本不是一家会亏钱的钢厂，而是英国仅剩的工业命脉和国防地牌。大家一定要分清两种钢材的区别。电弧炉炼出来的是再生钢，只能用在普通民用领域，修个普通建筑，做个简单五金没问题，但完全撑不起高端领域。而高炉炼铁矿石产出的原生钢才是刚需，军舰装甲、高铁铁轨、桥梁基建、国防重工、高端装备全部离不开原生钢。目前，英国第一大钢企塔塔钢铁早就全面关停高炉，转型电弧炉了。也就是说，敬业集团手里的这2座高炉是英国全境仅存的能炼原生钢的设备。一旦关停，英国直接从工业革命发源地、老牌工业强国变成这期里唯一一个无法自主冶炼铁矿石、生产原生钢的国家。这种工业空心化的代价，骄傲了几百年的英国根本无法承受，哪怕年年亏钱、天天烧钱，它也必须死死保住这2座高炉，保住最后的原生钢产能。说白了，英国保的不是利润，是国家工业的完整性，是国防安全的底线。那既然这么重要，英国为什么自己不救？说白了就是没钱、没技术、没能力。当年这家钢厂濒临倒闭，英国政府束手无策，找遍全球资本没人接盘，足以证明这就是个纯纯的负资产。最后是中国敬业集团接手，砸钱、改技术、抓管理，硬生生续了5年命。更讽刺的是，英国全程又当又立，一边要求敬业必须保住高炉，守住原生钢产能，一边不肯出钱补贴，一边定下2035年高炉净零排放的严苛环保目标，一边又不让企业转型降耗。前后矛盾的政策直接把中资架在两难的火堆上，进退都是坑。那敬业所要10亿英镑补贴真的贵吗？小编给大家摆个真实数据对比，大家瞬间就懂了。英国塔塔钢铁做绿色转型，整体投入12.5亿英镑，英国政府直接补贴5亿，企业自己只出7.5亿，而敬业所要的10亿是覆盖高炉存续、设备改造、亏损兜底的全部费用，已经非常保守合理了。可英国政府债台高筑，2025至2026财年公开借款1290亿英镑，总债务2.8万亿英镑，负债率高达93.8%，根本掏不出钱，又不敢放开政策，最后只能耍无赖，靠立法明抢。可英国万万没想到，这场看似保住国运的抢劫，反噬来得猝不及防。第一个反噬就是赤裸裸的经营崩盘。敬业经营5年，靠成熟的市场化管理，把每日亏损死死压在70万英镑，这已经是最优解了。但英国政府接手后，行政干预泛滥，审批繁琐，效率低下，管理成本暴涨，没有市场化的精细化运营，只会无脑烧钱。短短数月，日均亏损直接翻倍到130万英镑，原本可控的亏损窟窿彻底变成无底洞，英国财政被持续抽血，苦不堪言。第二个反噬也是最致命的，彻底砸烂了自己的国际信誉和投资招牌。这么多年，西方国家一直标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，契约精神至上，天天鼓吹自由市场，欢迎外资。结果英国亲手打破所有规则，外资花钱救场，盘活本土烂资产，一旦触及本土战略利益，就直接立法毁约，强行没收。小编想问一句，经过这一次，全球还有哪个外资敢去英国投资？今天你能抢中国钢厂，明天就能抢任何国家的外资企业。第三个反噬，直接重创了中英、中欧的经贸合作。这件事让所有出海中企业彻底看清，西方所谓的市场规则，在国家利益面前一文不值，随时可以作废。后续中企对英、对欧投资会全面收紧，避险情绪拉满，大量合作项目、投资计划大概率搁置，双边贸易信任彻底降至冰点。最后，小编想说，这件事也给所有中国出海企业上了最昂贵、最深刻的一课。海外投资从来不是简单的算账目、算盈亏，更要算政治风险、政策风险、地缘风险。合同再完美，抵不过对方一纸法案；经营再合规，挡不住对方刻意毁约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